商品市场会被什么影响？很多人其实是在担心商品是不是真的会上行，就是大家投资者最普遍害怕的是什么？第一，衰退。很多人讲说2024要衰退嘛，然后很多人就开始就是分析这个衰退期要怎么投资。我想跟大家讲，衰退这个东西，衰退跟大宗商品超级周期不可同日而语，它根本就不能放在一起去比。为什么？它就是两个维度的东西。库存周期是在这个层次的，大宗商品是在这个层次的。大宗商品超级周期是嵌套 recession， 就嵌套衰退的。一个大宗商品的超级周期里面会发生很多次衰退，衰退并不能阻止它。我们看一下经济衰退期商品会怎么走，这是美股嘛，绿色的线就是衰退期啊，这是分析师对未来的预测嘛。Bigger recession 就更大的衰退嘛，这是黄色上面写的是小衰退，后面是大衰退。小衰退的时候怎么样？牛市，什么牛市？黄金、白银、原油。牛市，什么牛市？黄金、白银、原油。后面这里这些线都是年线呐，这是1914年呐，这是2024年呐，90年的图表啊。一个人一辈子啊就走这个图，你的财富就在这个图里面。你说我超级厉害，我就是抓住这一个小的，做梦吧。人这一辈子能抓住1、2个主要的那个东西，你拿住了，你 hold 住了就 OK 了。经济衰退期，黄金跟美股，看 double button 双底。你说它下次会不会这样下来？有可能，谁知道？可是你要拉长周期看，你们谁能知道？你说我就看好房子，说你们看好的任何一个资产，你们知道下一个月、下一年它会怎么走？人做投资投的不就是一个认知跟信念的问题吗？你 sitting 的那个位置的问题吗？ sitting 怎么去做？ sitting 的时候，你选择那个 sit 那个位置怎么选？就是用我们的超长周期的套利 K 线去选。不仅要做大概率的事，而是长期大概率的事，不是3个月大概率的事。有人担心啥 recession 嘛，对吧？经济衰退，还担心啥 recession 衰退的问题根本就不会阻止这个东西上行，历史数据已经告诉我们了，他们就是2个维度的事情。有人担心利率飙升，大宗商品就会往下走，那是短期。我们看长期，黑的线是利率，黄色的线是什么？是原油价格。我把原油的价格单独拿出来说，原油价格这是一波超级，对吧？这又是一波超级，这是 consolidation， 这是巩固期嘛，就是超长周期的巩固期哈。这是1963年啊，这是我能找到最早的数据了。不要看10年，看10年啥也看不出来，我跟你们讲，看10年、20年的数据啥也看不出来。你把过去至少要50年、70年以上的东西，至少要横跨一个康波周期的东西拿出来看，才能看出来哦，我这辈子我该怎么走，而不是下一天、下一个月该怎么走。利率飙升影响它往上飞了吗？这是利率飙升，这是原油价格，没有影响。这是利率飙升，影响了吗？这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，影响了吗？没有影响。好了，朋友会说了，那这下降它为啥上升了？商品上行的底层逻辑有2个，我们要想到它是以什么标价的？它是以美元标价的。当美元利率在不断下行，美元在贬值的时候，也不能说美元在贬值哈，我们不要看美元指数啊，美元指数是货币跟货币之间的指数。美元指数是里面包含了它6个常用货币的一个这个东西哈，不要看美元指数。大家说美元指数它不就是这样的？不，那是货币跟货币之间的关系啊。美元指数是货币跟货币之间的关系，商品跟美元之间的关系那才叫美元的价值，或者是说黄金跟美元的关系才叫美元的价值。为什么？黄金才是妥妥的1000年货币，
它的地球储量是有限的，它不能超发，它不能通过各种信贷发出来让这个钱变得越来越不值钱。其实我跟你们说，大家说啊，我看通胀看什么？你看什么通胀？你看信贷。存量信贷在这样的过程当中，那钱就是在这样，那钱就是越来越不值钱啊，那还用看什么 CPI 啊？你看 CPI， 你看的是吃喝拉撒，人家看的是什么？看的是资产，完全不一样哦。你用美元标价的房子，跟用黄金白银标价的房子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哦。好了，商品上行的底层逻辑，第一个就是供需嘛，很正常。我们刚才讲中国的房地产是供需的问题，你卖对吧？他买的多了，自然价格往上涨。好了，这里才是供需的问题啊，这个才是供需的问题啊。现在的上涨是供需的问题，这个为什么上涨啊？以美元标价是货币贬值的问题。商品上行有2个推动力，一个是供需，一个是货币的贬值。全球的货币都在贬值，因为信贷一直是在往上涨，存量一直在往上涨，所以呢，在大通胀期，商品就是会上行，这就叫商品超级周期。我们未来5到10年，我们这一辈的财富积累不能再靠房子了，没有办法，特别是中国人啊，中国市场不能再靠房子了，有可能我们投资不能全都100%，又是要靠大宗商品。